季总，走，都让开！来来来，季总是十分罕见的黄金血，世界上只有几百万分之一的人拥有这种血缘，医院现在没有这种血。现在季总失血严重，必须得快速寻找匹配血缘，才有一线生机。明白了，医生，那就走，就麻烦你们了啊！来人，速速发布悬赏令，能提供黄金血缘者，给我重重酬谢。还有，给我记住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对外别泄露季总身份，明白了吗？是。赶紧广播通知下去，寻找黄金血，病人快撑不住了。你好，我听说有病人急需黄金血，我是黄金血，我愿意捐血。你是黄金血，太好了，来，快坐。季总，你怎么这么快就醒了呀？哎呦，太好了，我还以为这次车祸你……季总，慢点，慢点啊！季总，你的黄金血医院没有，不过还好，紧要关头有个女人给你献了血，要不然那情况太危险了。你说什么？女人？季哥哥，你和我一样是黄金血，放心，有彤彤在，你不会死的。你也是黄金血？是呀，医生叔叔说了，拥有黄金血，而且年纪一样的，全国只有你和我哟。谢谢你救了我，彤彤。等我长大了，我要娶你。好呀，我等你哟。那女人多大？医生倒是提了一嘴，好像跟你年纪差不多大。小时候我受伤失血过多，是彤彤给我献的血，可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一直都没有找到她。据我所知，全国只有我和她年纪和血型都一样，她一定就是我的救命恩人。立刻去接她，她以后就是我季艳里未来的夫人。季总，你别急啊，你先躺下，好好休养，我马上安排人去找。真可惜，怎么我就不是黄金血？悬赏这么大，说不定能和这个大人物攀上关系。哎，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和你无关。得意什么？请问你是献黄金血的人吗？啊，是。夫人好，夫人好。夫人，谢谢你为我们季氏季总献血。季氏？难道是你们季总？是江城季氏最年轻的掌权人，是那个江城所有女人都想嫁的季艳里。是。季艳里不是童话那个刚回国还没见面的未婚夫吗？夫人，您可能不记得了，这全国跟季总年龄一样，且拥有黄金血的异性只有你一位。季总说这次您小时候还献过血，是他救命恩人。那你怎么叫我夫人了？季总说了，他的救命恩人就是我们季氏未来的夫人。可是季总好像和我姐姐童话有婚约。季总说先把证领了，这婚约自然就作废了。但是为了避免变故，让我问你是否愿意。等季总身体好一些了，就先把证领了。我当然愿意。哎，我只输了一次血，怎么都半个月了，还这么虚啊？喂，夏夏，怎么了？花花，大事不好啦！你那个刚回国还没有见面的未婚夫，突然要跟你姐妹领证儿。什么？童冉他妈抢了我爸，童冉现在又要抢我未婚夫。他们已经去民政局了，你再不去就来不及了。放心，就算我不和这个季艳里结婚，我也不会再让童冉抢走我的任何东西。彤彤，小时候我被绑架，是你救了我，半个月前又救了我，我们之间真有缘分。童话，你还真是和季艳里有缘分啊！可惜你的一切注定都是我的。现在我终于能兑现小时候娶你的诺言了。怎么了？我姐姐也姓童，避免误会，你还是叫我冉冉吧。好啊，冉冉，那你愿意嫁给我？我不同意。
姐姐，你怎么来了？你就是那个和我有婚约的童话，来的正好，我要和你退婚。什么意思？和我退婚，和童然领证？没错。姐姐，我和金燕里是真心相爱的，你就成全我们吧。果然是小三生，跟你那个妈一样，抢男人上瘾是吧？你再动他一下试试。放开！看来童话根本不知道我冒领的事儿。姐姐，对不起，你生气也是应该的。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不能让步。收起那副嘴脸，看着恶心。注意你的言辞，冉冉是未来的继续夫人，容不得你在这欺负她。借你，本来我以为我奶奶那么喜欢你，你应该是个不错的人，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行啊，退婚吧。那我要是不退婚呢？怎么，不想退婚？以为我会看得上你？可惜，我此生要娶的人只有冉冉一个人。你能看得上童然，足以证明你眼瞎心迷。跟你这样的人退婚，求之不得。好啊，那今天就把婚退了。这婚谁也不许退。奶奶，进来吧。乖花花，这是出落的越发好看了。燕里，怎么回事？花花才是我给你选中的未婚妻，你怎么转头就要和别人结婚？奶奶，我心里只有冉冉一个人，我绝不会娶童话的。你们的婚约满城皆知，何况婚约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约没退掉，你今天甭想偷摸和这个女人结婚。奶奶，行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走，你们两个陪我这个老婆子去吃个饭。燕里，你不要我了吗？别担心，冉冉，等我退了婚，立马就娶你，好不好？我相信你。也不知道奶奶是什么眼光，连金燕里这样的男人也够挑。还是小时候承诺过要娶我的小哥哥的才不一样。上车，别让奶奶等急了。这俩孩子想要闹退婚，这可不行，得让他们生米煮成熟饭。奶奶，我们来了。哎呀，你们总算来了，真让我好等。你们啊，自罚3杯。别占我便宜，我心里只有冉冉一个人，和你半点可能都没有。我心里只有我的心上。你心上是谁呢？跟你没关系。站着干嘛？坐啊！你们啊，好了，坐，吃饭。Say goodbye to you。你怎么在我床上？一个大男人的舞什么舞呀？金燕里，你这个变态，臭流氓！你喊什么？这种事就你一个人吃亏吗？你对我干这种事情，你还是不是人啊？不要脸！先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来，陪奶奶喝酒。奶奶，我敬你。好好好。燕里，该你了。童话，喝一杯吧。喝就喝，咱们一起喝。奶奶，喝。来，再喝一杯。好，好。再来一个。再倒一杯。奶奶，
我还能哭。我就说奶奶怎么一直灌我们酒呢？原来是在这儿得罪我。我警告你，昨晚的事一个字都别往外透露，尤其是冉冉，她要是知道伤心了，我会让你知道后果。你放心，我也不想我的人生有你这么个污点。喂，季总，不好了，现在各大媒体头条都在报道您昨晚和童家大小姐童话在酒店共度人夜，老夫人让您赶紧回家一趟。你们不是对订婚不满意要退婚吗？结果转身就闹得沸沸扬扬，有我们两家的脸。奶奶，造成现在的局面，您最清楚了。您不说句话吗？有什么好说的？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们两个赶紧领证儿。领证儿？和他不行，我们童家和季家那可是江城2大首富家族，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们闹成这样，不结婚有多大的影响？我们要是出门，你让我们的老脸往哪搁呀？我不活了！哎呀，你别着急，当心自己身体。哎呦，你们不结婚，我现在就撞死在这儿。奶奶，你别闹。好，我们结婚。那现在就去领证。等一下，有些事情还是领证前说清楚比较好。我心里只有冉冉一个人，和你领证也只不过为了应付2位奶奶的权益吃鸡罢了。等结完婚再去离婚，这样不管是2位奶奶还是外界的人都挑不出错，顶多就是议论2句罢了。好，我同意。到时候你敢不离，非常看我的手段。谁不离，谁是狗。恭喜2位新婚快乐！你看看，多般配呀！好，你们的婚纱总算是解决了，我们也放心了。奶奶，可以把我们结婚证给我们。这结婚证我们替你们收着，等你们把日子过好了，我们自然会还给你们的。哎，我在南湖边上给你们买了套别墅，你们就当做婚房先住进去。密码是你的生日，你们2个人可一定要一起住进去啊！我们是要定期抽查的。谢谢奶奶。赶紧的回去搬家吧。总算让他们结婚了，不把我们辛苦筹划一场，替他们努力啊！争取让我们明年抱上真孙子啊！刚才为什么把结婚证拿过来？现在好了，奶奶他们把结婚证拿走了，我们俩根本就离不了婚。这不怪你动作慢了，怪我动作慢？那你呢？一动不动，残废了。你抢你就不会吗？你有本事你怎么不抢？对了，离婚的事暂时搁置，自己去搬家。死心快忍，那是倒了8辈子霉才跟你领证。不过，童冉，只要有我在，你就一辈子也休想和季燕结婚。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你和你妈妈强自我妈妈的所有东西，我都要让你们一一吐出。冉冉，你怎么来了？燕林，听说你和姐姐要结婚了，你真的喜欢上他了吗？我和童话结婚，只是为了稳住长辈的缓兵之策。再过段时间，我会和他离婚的。真的？当然了，小时候我就承诺过要娶你，就不会食言。而且小时候你都那么相信我，怎么现在不相信了？没有，我相信你。季燕离，你干什么？大晚上的，你在家裸奔吗？你怎么不敲门？我敲了，自己没听见，真是不爱臊。
你是在投怀送抱吗？放个头啊！红花，你给我站住！你来这儿干什么？睡觉。哦，对，今天是我们的洞房花烛，你来这儿就是想跟我一起睡？你胡说什么？出去！我要睡主卧。不可能。人家没有睡过次卧。你要是也不喜欢睡次卧，那我们就一起睡行吗？不知廉耻。跟我斗，下辈子。干什么？经理，你到底要干什么啊？新婚之夜，你说我想干什么？奶奶们来了。哎，怎么没想动啊？再仔细听听。想要拿到结婚证，顺利离婚，前期就得让奶奶们放松戒备。在拿到结婚证之前，我们就得演好恩爱夫妻的戏码。怎么演？比如这样。奶奶，哦，我眼花，没看见，没看见啊！继续，你们继续。怎么了？害羞了？你别胡来了。燕里哥哥，你刚才不是说我们要早生贵子吗？我们现在就生，怎么样？你闹什么？燕里哥哥，你害羞干嘛呀？我们是夫妻，别害羞嘛。你在干什么？没干什么呀，就是让你的心上人知道我们在洞房而已。童话，我不是警告过你了吗？哎呦，我好怕呀！与其找我麻烦，还不如赶紧安慰安慰你的心上人。童话，你这个贱人！童话表明的挑衅你，你还真上当了。妈，我好不容易博得了燕里的欢心，童话这个时候突然横插一脚，他现在和燕里朝夕相处的，万一以后燕里知道真相，我就完了。我的乖女儿，你放心，她成不了什么气候的，嫁到季家又怎么样？我看，等她身败名裂以后，季家还会要她吗？童家的股份收购的怎么样了？已经收购20%了，剩下的绝大部分都掌握在贾小曼的手里。那个女人谨慎得很，收购机会暂时停滞了。我爸倒是真大方，和原配打下的江山，竟然免费送给了小三儿。他今天正好邀我一起吃饭，他不是把股份看得很紧吗？那我就去给他送走。都半个小时了，蒋小曼在干嘛呀？怎么还不来？总算中计了，把她扶进房间。童话就交给你了，我好好伺候她。您妈放心。喂，替我给季家传个消息。季总，就是这里，不知道是谁传这消息，说夫人和一个男人一起在酒店房间。这个女人才刚结完婚，竟然敢在大白天和野男人厮混。童话，燕里，然而怎么是你？然而怎么是你？哎呀，这不是我妹妹吗？怎么和男人在这厮混？燕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解释。季总，我不是故意的，季总。裴轩，带走。是。燕里，我和他没有任何肌肤之亲，我也是刚醒来，我什么都不知道。哎呀，妹妹，你就别解释了。你说你再怎么饥不择食，也不能和表哥厮混了。这件事情传出去，得是多大的丑闻？童话，是你害我！童话，
这个都是你自找的。等你的清白和名声都毁了，你就等着被季家扫地出门吧。你要是没有害人的心思，今天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童然，小时候的你那么阳光善良，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陌生了？不是的，叶离，是他算计我，是他嫉妒你心里有我，我都有你了，我怎么还能看得上别的男人？是他想要毁了我。真的？我发誓，我要是撒谎，不得好死。你设计染染？你瞎吗？这明明差点被陷害的就是我。够了！别以为你嫁给了我，和我有过肌肤之亲，我就会对你有所不同。我告诉你，我心里只有冉冉，你这辈子都别想得到我的心。季总，怎么了？上次童小姐在医院给您捐了血，还是稀有的黄金血。这次医院让人给你送来了补品，不知道哪位童小姐是黄金血？我是黄金血。你说什么？你是黄金血？是啊，怎么，你惊讶吗？哦，我也是黄金血，姐姐，好巧啊！你也是黄金血？是啊。全国和我年纪一样的异性黄金血，不是只有一个吗？哦，这种血型太稀有，医院总是让抽血。姐姐身体虚弱，所以很少去体检抽血，所以可能没有统计进去吧。应该是这样吧。不过这么稀有的血型都能和你撞，真是晦气。童冉比你温柔善良，也就是你这种自私的人，才会藏着掖着，不愿让人知道血型。好了，燕里，姐姐还是很善良的。童冉，你在这装什么呀？你做的事儿我已经拍照留念了。如果还想保住清誉的话，就拿童家20%的股份来换。姐姐，我就不计较你设计我的事了，请你把照片删了吧。手机交出来！休想！童话。让你的心上人安分守己一点，否则别怪我鱼死网破。燕离，让你受委屈了。没事的，姐姐向来如此，我已经习惯了。他总是这样欺负你，你一再这样委曲求全，他只会更加的变本加厉。下次他如果欺负你，你就告诉我。我知道的，你放心吧。不是，你还真跟季艳里领证了。我记得你心心念念了20多年的人是季艳里的堂弟季彦彻吧？这季艳里现在又跟你最讨厌的季妹暧昧不清，你们这家庭关系挺复杂呀。什么家庭关系？都是权宜之计，早晚都会离的。说真的，季家这2继承人不和的事儿，几乎全江城都知道。如果你老公跟季彦彻不和，花花，你帮谁呀？我跟严彻小时候一起经历过绑架，我还给他输过血，他也答应过我，长大了以后一定会娶我。你说我帮谁？对了，宝宝，你怎么就确定季言彻是那个人呢？万一你老公才是那个小哥哥呢？不可能，季彦里一直在国外，而且严彻6岁的时候发过一次高烧，虽然他跟我说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时间上都对得上，怎么可能认错？那行吧。哦对，你是没看到季彦里今天护着童冉的样子，活像是我要把童冉吃了一样，眼盲心瞎的，也不知道奶奶看上他哪儿。行了，别憋屈了，走，姐姐带你潇洒去。初夏，你说的潇洒，就是来这种地方看帅哥呀？多看看别的帅哥，洗涤一下你被季彦里恶心到的心情嘛。谢谢啊，婉拒了。来都来了，玩会儿再走吗？一个有妇之夫，居然还来这种地方看别的男人。我不适合这里，我走了。我知道你心里住着季言彻，别的男人都入不了你的眼，
但是你眼下不是接触不到机械车吗？可是我，就听我的吧。只要戴上眼罩啊，就别再围着那两兄弟转了，眼睛一闭，人人都是机械车。那就他吧。怎么是你呀？怂什么？你不是选中我了吗？下一步该干什么了？这么多人呢，你到底想干嘛？你是我名正言顺的太太，我干什么不行？你胡说些什么？家里有男人还来这种地方，季太太，难道是我满足不了你？老公，在外人面前，你怎么能揭自己的短呢？你不行，又不是一天两天了，还逞什么呢？还质问我为什么来这儿？你一个大男人，不也来这种地方？太太，季总呢是家俱乐部的股东，这次来是谈收购计划的。所以季太太如果缺男人的话，不用亲自过来，想要什么样的直接跟我说，我把他亲自给你送到家。你管好童冉就行，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花花，你怎么遇上季建礼就这么幼稚啊？小时候被绑架还那么淡定，自己跑出来，现在越耐不住性子了。你以前被绑架过？对啊，2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家花花才6岁。20年前在哪儿？被谁绑架的？关你什么事儿？再说了，像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被绑架过，不是很正常吗？你要实在担心童冉的安危，你就派30-50个保镖，里3层外3层的护着，别让他天天来我这找存在感。你，这是巧吗？爷爷，还知道回来？都说成家立业，这个家你是成了，怎么你还没立起来？万盛的项目什么时候交姐姐做？这个项目缺少专业人才，我已经派人去找了。什么专业人才还要县长？你堂弟不是县城的吗？让杨翠加入进去，给你当副手，就当是锻炼了。堂弟他不了解季氏的运营机制，他不了解，不是有你吗？一个做公务的，给弟弟多斗争着你，不行吗？你从小就争强好胜，你弟弟可比你懂事多了，多跟着学着点。哦，个臭小子！堂弟好手段呢！本以为你不再争取外姓的参议权，是一蹶不振了，没想到是另辟蹊径去了。大哥说笑了，同为季家人，替你分担工作是我应该做的。你能胜任就好。大哥，听说你和童话结婚了，画画是个好女孩，你既然娶了她，就应该好好待她。童话是我的女人，更是你的嫂子，我们的事儿外人少管。季总，这董事长什么意思呀？这万盛的项目是您一手操办的，这都快要结束了，还让季少姐插一脚，这是要分工的吗？董事长真的是把偏心演得淋漓尽致啊！裴轩，抱歉啊，季总，是我失言了。只不过季总，这个董事长这样培养季二少，不会是想让他代替您的位置接管公司吧？哼，既然彻若是有本事，让给他又何妨？你回来了，累坏了吧？快去房间休息一下。你在干什么？没干什么呀，我就在客厅溜达溜达。那你身后是？没什么呀。燕礼哥哥，你靠我那么近，是想干什么呀？狗！童话，家里怎么会有狗？这是楚夏的儿子，他出差2天，把儿子放我们家养养，你不介意吧？介意，非常介意。你不知道我狗毛过敏吗？我就是知道你狗毛过敏，所以才把它带过来。童话，你是故意的。你可别说我故意害你啊！我已经试图努力把它藏起来了，你自己非要看，那我有什么办法？再说了，你我之间不睦已久，就算我要害你，也不是意料之外的事。给你们10秒钟，把这只狗扔出去。
否则，否则什么？我长这么大还没人敢这么命令我，少在我这儿耍总裁威风。不过，我们冷若冰霜、不苟言笑的季总，居然怕狗，这副样子，倒是要好好看看。你别过来！你。可爱吧？啊！哎，你不会真过敏吧？给我等着！建里，你可不能死，我可不能刚新婚就当寡妇呀！喂，季总，你说你这他妈好冤枉的，怎么就英年早逝了呀？你说谁英年早逝？季总，你没事啊？那夫人为什么跟我说你快不行了，让我赶紧给你挑选墓地呢？这，误会，这个苹果冷静。把皮削了。店里别太过分。你说如果我把这件事告诉童奶奶，她会不会生你的气？好的，季总，我这就去找工具把它皮削了，保证让你满意。听话的时候都是很耐心。季总，您不会对夫人动心了吧？你是来干什么的？我是来给你处理后事。季总，我是来给你送资料的。来，你看一下，这是介绍的最新动向的资料。您猜的没错，他加入集团以后，一直在拉拢集团内部高层啊。这所图应该不小。被童话这么一闹，我都把季安彻这小子给他忘了。这份我先不看，回头你整理一个简略版发我邮箱。季总，您现在不是没事吗？什么没事？没看见我在等苹果吗？外面说季总和夫人向来不和，我看倒是挺般配的，一样的优质。你说什么？季总，我说你跟夫人很般配呀，不如就这样好好把日子过下去。还折腾什么离婚？这话以后不要再说了。冉冉2次救我，我已经决心要守护她一辈子，没有任何人能够取代她。季总，他小时候献血救你，你感激他是很正常的事情。他小时候说的话哪能当真呢？什么？童然小时候给你献过血？童然小时候给你献过血？什么时候？你不是一直都在国外吗？跟你没关系。我也不是很想知道。皮削的粗糙，看看能如何？季总，您这苹果也吃了，水也喝了，我是不是就可以走？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不用负责的吗？我已经负了1晚上的责了呀。哦，还是说你想让我负责一辈子啊？你想得美，这没你事儿了，滚出去！喂，爸。赶紧给我滚回家，我有事要问你。老公啊，这让冉冉以后该怎么做人啊？童话真是太狠心了，他为了我得到我手里的股份，不惜献祭冉冉，用冉冉的清白来逼迫我，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只能把我20%的股份全部给他了呀。原本都是一家人，股份在谁手里不都是一样的吗？姐姐为什么这么狠心？她为什么要害我？爸，找我什么事儿？孽障！冉冉可是你亲妹妹，你为了那点股份，居然设计毁她清白，你是要毁了她一辈子吗？我怎么生出你这种心肠歹毒的女儿？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原来是蒋阿姨又在家里唱大戏了。蒋阿姨，您那么会演，在童家当个太太，岂不是屈才了吗？您应该勇闯娱乐圈才对。孽障，还敢胡说八道！爸，我长大了，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任你们欺凌打骂的小女孩了。您这一招，对我已经不管用了。您说的对，我确实不算是什么好人，但是论心肠歹毒，我怕是不及蒋阿姨和妹妹的1/1000。妹妹啊，冉冉还这么年轻，你让她以后该怎么做人啊？行了，别演了，大家时间宝贵的很，有什么事就说吧。蒋阿姨20%的股份可以给，但是你得答应我们一条件，
3天后同济两家有一个出游活动，季家那边安排的是季言礼去，我们家这边原来定的是你去。我要你给季言礼说，你不去参加活动了，把机会让给童然。季言礼现在是我的丈夫，您现在是什么行为？上赶着帮小三儿破坏自己女儿的婚姻吗？你姐姐，你和叶里的婚事虽说是被奶奶逼迫的，但如果我的行为让你感觉不适，那我以后就都不接触叶里了。只是叶里和我情投意合，姐姐你应该会介意吧？不介意啊，大不了我们3天一起过。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行了，这件事你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否则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把公司的股份吐出来。好，我答应。你不和我一同出游了？让童冉陪你去，不是更符合你心意？理由？要什么理由？难道要我说我被家里逼迫，不得不让出这个名额吗？童大小姐张牙跋扈惯了，我不信还有人能逼得了你不成？哎，你干什么啊？你拒绝跟我一同出游，该不会是想趁我不在家，跟那个季言社单独相处吧？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我老婆呀，你说有什么关系？建离，你要再这么动手动脚，我就……你就怎么样？我警告你，在没离婚之前，你都是我季彦里的女人。如果让我发现你给我戴了绿帽子，你就死定了。你管好你自己就行。真的是画画亲口说的，他不去了。怎么回事啊？你有没有问清楚，是不是家里人逼他了？奶奶，童话是什么样子，你还不清楚吗？哪有人能逼得了他？你别看画画一副张扬明媚、不好惹的样子，其实啊，我知道他是最可怜的孩子了。他妈妈早逝，他爸又宠爱后妈和那个继妹，画画在家的日子哪么好过？这孩子从小时候就坎坷得很。那时候他都被绑架了，绑架？他爸和后妈都没什么反应。奶奶，您记得画画是什么时候被绑架的吗？就是你被绑架的那一次啊！哎，你们不是一起逃出来的吗？什么？奶奶，您没记错吗？小时候和我一块被绑架的是童话，而不是童冉。好像是吧？好母里的孩子都会遭遇这种事儿的。我不去20多年了，我哪还记得清？你只要记得画画是个可怜孩子就行。哎，你这孩子，我话还没说完呢，你去哪儿？童家。雷轩，哎，季总，给你半个小时，我要知道20年前被绑架的到底是童话还是童冉。是。冉冉，你长得漂亮，家世又尊贵，怪不得可以获得和季家一起出游的机会。季彦礼可是我们江城的顶级美男，而且又是首富世家。冉冉，你要是得得了他的青睐，那你这前途肯定是不可限量呀。哪有这么夸张啊？可是我听说季彦礼不是跟童小姐姐姐童话结婚的吗？这次出游怎么不带上自己老婆？姐姐和彦礼的婚事本来就是家中逼迫，两人又向来脾气不和。彦礼这次特意只带了我去，也是想放松放松。我猜呀，一定是季总和童话每天朝夕相处，实在恶心的不行了，所以啊，才不带他去。一群人在这乱嚼舌根，也不怕被人撕烂了嘴。一群人在这乱嚼舌根，也不怕被人撕烂了嘴。火急火燎的把我叫回来，说是有重要家宴，让我一定要参加。我还以为是蒋阿姨突然暴毙了，特地叫我回来吃饭。原来只是专门为你举办了一场炫耀大会。怎么，把我叫回来，不会是想特地的羞辱我，打我的脸？童话，你什么态度？都说你嚣张跋扈、大逆不道，连自家长辈都不放在眼里。如今一看，却是真的。你这样的人怎么配做冉冉的姐姐？怎么配做童家大小姐？你也真够不要脸的！明明季总是和我们冉冉情投意合的，
你却非要来插一脚横刀夺爱。这次出游，为什么季总只带着我们冉冉不带着你？你还看不出来人家厌恶你吗？丈夫宁愿和别的女人一同出游，也不愿意带上自己。我要是他呀，早就羞得一头撞死了，哪有脸还出来乱转？好了，大家不要吵了，这么说姐姐不好的。冉冉，怪不得童话总欺负你，你这么心善怎么能行呀？我看他就是傣族出不了好笋。想当初他妈妈就是小三上位，你敢打我？这一巴掌是打你出言不逊，空口白牙，污蔑长辈。你这一巴掌是打你是非不分，趋炎附势，平白毁人清誉。童话，你好大的胆子！你知道我是谁吗？这一巴掌没什么理，就是当时看你不爽，想打一巴掌泄泄愤。你还有，我管你是谁呢？打你还要看世家挑日子呢。如果我再从你的嘴巴里听到什么混账话，我一定会撕烂你的嘴巴。童话，你未免也太嚣张了。这位可是李氏集团的大小姐，你打她就不怕给童家带来祸事？关我什么事儿？童家要是真有祸事才好呢，反正跟我又没关系。怎么，你这是什么眼神？丢脸吧？没面子吧？不应该啊！你把我请来的那一刻就应该知道是这个结局。这个世界上能羞辱我的人还没出生呢，就你也想打我的脸？做梦！童话，你不就是仗着自己是季总夫人，所以才为所欲为的吗？你可别忘了，童冉可是季家钦定的出游人选，这证明季家看中的人是童冉。你还能嚣张多久？我看呀，等冉冉和季总一起出游回来，你就要被扫地出门了。哦，是吗，童冉？这次出游机会是怎么来的？需要我再提醒你一遍吗？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是提醒提醒。姐姐，我知道你也很想和燕离一起去出游，可这次季家说了，只让我一个人去，我也是没有办法。实在不行，我就和燕离说说，让她也带上你。冉冉，你对她这么好做什么？姐姐也是很想和燕离一起去出游的，今天发火也是有这个原因。请问哪位是童小姐？我是季宅管家周泰。季老夫人听说童小姐关于这次出游的事情受了委屈，所以特意派我来宣布一下，这回陪季总出游，唯有童小姐一人，其余旁人要是怀着什么龌龊心思，通通没有用。老夫人说了，只要有她在，就会负责童小姐。听说季老夫人在季家手眼通天，连董事长和季总都要听老夫人的话，丝毫不敢反驳。冉冉，你命可真好呀，季老夫人都这么护着你。有劳周管家跑一趟了，都是我不好，让老夫人费心了。原来您就是童小姐，难您说哪里的话，季老夫人她最喜欢你了，你的事她一定会上心的。童话，你听到了吧？就连季老夫人也只看得上冉冉，我看啊，都不用等出游回来了，再过几天你就要被季家扫地出门了。原来您是童话童小姐？是我。那你是？这位可是童家的二小姐童冉，就是和季总一起出游的那一位。哎，错了，我来找的是童话童小姐，知道什么闲杂人等，快说什么的吧。童小姐，季老夫人说了，陪季总出游只有你一个，她看中的孙媳妇也只有你一个，其他的什么小狐妹子，要想动摇你的地位，有一个算一个，她都不会放过。怎么回事？原来季家看中的是童话，而不是童冉了。童小姐，你要没什么需求的话，我就先告辞了。有劳您跑一趟，劳烦您帮我谢谢老夫人。好的。你要我帮你要的出游机会，我帮你要来了。怎么回事？童冉的出游机会竟然是童话要来的。童话。进。季总，童小姐来。童话来了，是童冉小姐。让她进来。是。燕离，
你怎么来了？没事就不能来啊？我就不能是想你了，所以来的吗？我现在是有妇之夫，我们还是保持些距离比较好。夜里，你怎么了？是不是姐姐和你说了什么？出游的事真的不是我们逼迫他放弃机会的，是他自己说跟你合不来。不是这件事，和我一同被绑架的是童话。你为什么说是？夜里，不相信我。解释。20年前，和你被绑架的人确实是我，只是姐姐作为童家大小姐，风光无限，备受宠爱，出门多多少少会有危险，所以每次出远门都是我和姐姐互换身份，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以为被绑架的是姐姐，可实际上只是和姐姐互换了身份的我。真的吗？你忘了吗？我还给你输过血呢。你以为这是我们之间情谊的证明，没想到你今天居然这么疑心我。既然如此，我们之间还是不要再有往来了。然然，是我多疑了，只是我承诺过那个小女孩要娶她，我不得不谨慎些。知道是你，我便放心了。夜里，你怎么能这么怀疑我呢？下次不会了。那你会和姐姐离婚，然后娶我吗？当然了。我愿意等。你回来了，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和童冉一同出游的事情恐怕要黄了。我知道。你不生气？我已经跟奶奶说过了，这次出游然然也会一同去。不是，什么意思啊？童冉要去，我也要去。季里，我和童冉的关系你不会不知道吧？你让我们2个都去，是想左右拥抱，左右逢源，还是想看着我们2个为你争风吃醋啊？你会为我争风吃醋？我知道你们不和，跟你一同出游是奶奶安排的。再想冉冉，是因为……别说是一个童冉了，就算是你再带一个女童过去，我也管不着。你就这么都不在意？在意什么？我可是你丈夫，原本是属于我们2个人一同的蜜月出游，我却要带上别的女人，你真的一点都不在意？这猫硬是要偷亲，那我有什么办法？哎，你干嘛？哎，你干什么？你当然有办法，只要你开口求我，我也可以不偷这亲。单单为了一个男人，就想让我童话开口求人，你觉得可能吗？敬礼。怕了？不会勾人，就别学这人引诱，不然被人轻轻一试，就暴露原形了。不是，你瞧不起谁呢？不好意思啊，姐姐，让你久等了。这次出游我和你们一起去，你应该不会生气吧？怎么会呢？这么好的出游机会，自然要多几个朋友了。过来吧。画画，不好意思，大哥，让你久等了。这次出游我和你们同去，你不会生气吧？好了，既然人齐了，那我们就出发吧。我坐严彻的车。我们4个坐1辆车就够了，正好我们也体验一下严彻的车技。好。我要坐副驾。哎，你什么意思？你要让我跟童冉坐一起？我和季严彻都能坐在一块儿，你们差哪儿？让开！喂！奶奶找的度假别墅还真不错。
还有鲜花。奶奶为了撮合我和你嫂子，真是不遗余力。奶奶们最会乱点用途，不重要。严彻，我们出去逛逛吧。好，祝你们有愉快的一天哦。夜里，你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来，所以你生气了？你不要多想，不关你的事。那是因为姐姐吗？你不用担心，姐姐自小就和男孩关系特别好，就连男朋友都交了好多呢。所以交了好多男朋友。他倒是会想。你跟季里的关系并不融洽，我这次冒冒失失的把你叫过来，一定很为难吧？怎么会？能帮到你的忙，我很开心。唉，还好这次有你，要不然一整个旅程都要和童冉和季里在一起。哎，等一下，怎么了？不要担心，只要有我在，就永远有人会跟在你这边。谢谢，你也放心，只要有我在，你就永远不会是一个人。走吧。菜都上齐了，咱们先吃饭吧。都这个时间了，他和季言彻居然还没回来。也许姐姐和季二少有什么其他事耽搁了吧？孤男寡女，深更半夜能有什么事？刚才那个也太好了。还知道回来？吃饭吧。不用了，我和浩浩在外面吃过了。季言彻，童话是你嫂子，你一口一个画虎的叫着，不合适。不合适吗？可有未见童二小姐管你叫姐夫呀？夜里，我们吃饭吧。哎，严彻，我们不是说好了一会儿要一起玩游戏吗？你们先走吧。哦，不许！夜里，不早了，你再和你嫂子待在一块儿，恐怕不合适吧？大哥不也跟童冉小姐待在一起很长时间吗？而且据我所知，你和画画是形式婚姻，画画也不是我嫂子吧？对，我们就是形式婚姻也是婚姻，只要我们一天没离婚，她都是你嫂子。太晚了，都休息。哎，夜里，哎，姐，你休息就休息，你坐着。姐，你休息就休息，发什么疯啊？你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带季言彻来？当着我的面给我戴绿帽子，你好大的胆子！怎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你能带童冉来，我为什么不能带严彻来？我上次已经警告过你，不许在结婚期间和别的男人搞暧昧。你是记性太差，还是觉得我这个人很玩阴，可以随便把我的话抛之脑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上次说的应该是你先管好你自己。你要是安安分分的，我自然也不会出什么问题。既然你管不好你跟童冉之间暧昧的小火苗，那就别怪我给你戴绿帽。我这个人啊，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季奶奶，要不是我临时起意过来看看，还不知道你们居然在家这么胡闹。这是特意给你们2个人准备的蜜月旅行，你们一人带一个异性来，成什么样子啊？季奶奶，我错了，但是这件事是店里最好的。夜里，你有什么话说？这件事确实是我没安排好，一个个的都不懂事儿。我已经派人把严策和童冉送回去了，你们就给我好好待在一起。什么时候我的曾孙有影了，你们再什么时候回去？季奶奶，您这条件也太苛刻了。夜里，我的条件苛刻吗？不苛刻。我这次来是给你们送鸡汤的，这可是我特意给你们熬的，熬了好几个小时呢。快尝尝味道吧。
欢欢完了就给我努力，早日让我抱上曾孙。建礼，你怎么也不知道反抗一下呀？你倒是反抗了，有用吗？都这么晚了，奶奶还把言春送回去，也不知道安不安全。有时间关心别人，不如先关心关心你自己。要干嘛？哎，你没看到吗？这只有一张。所以呢？所以你吃沙发。你一个36度的嘴，怎么能说出那么冷的话呀？我是女孩子耶。男女平等。请过滕小姐，如果你不想睡沙发，我也不介意你来和我一起睡。你怎么在这儿？我有点热。我去给你倒点水。哎，你怎么了？你冷静点儿。你是生病了吗？你这回冷静点了吧？你没事吧？奶奶给的那碗鸡汤有问题。你是说奶奶在鸡汤里下了东西？奶奶为了抱曾孙，什么事她都干得出来。你怎么没事？那鸡汤太油了，我没喝酒。哎，你刚才不是挺冷静的吗？现在怎么了？哎，经理，别动，再动我就不能保证你的安全了。没事的，没事的，你一定可以的。妈，我就这么被那个季老太太给赶回来了，也不知道童话到底给那个老太婆下了什么迷魂汤，怎么就只看上了她？那个季老太婆和你奶奶是手帕交，你奶奶一向看不上我，反倒对童话那个孽贱的妈照付有加，一来二去的，季家人就看在你奶奶面子上，对童话关照些了。那怎么办？那要是季家的人都站在童话那边，那我和季艳离岂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怎么可能？季家人算什么？只要季艳你的心在你这，这比一切都还是妥妥的吗？可是我怕。你怕什么呀？你爸爸还站在我们这边。换那贱蹄子，不是一心想拿回他妈妈的股份吗？那我们就用股份吊着他，把他从季艳离身边调走。啊！你喊什么喊？都睡了一晚上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把话说清楚一点，什么叫睡了一晚上？又不是没发生过。你算了算了，看在你是被亲奶奶算计的份上，本小姐就不跟你计较。这什么意思呀？难道要把我们锁里面一辈子啊？不好吗？谁想跟你一辈子呀？哦，我更不想。呀，天亮了，季总这是穿上衣服不认人了？不是你昨天晚上抱着我不松手的时候了？昨晚那是我神志不清了。对了，昨晚我做了很多冒犯的事。也没有，我都记不太清了。哦，对了，我们可以自己找开锁，你赶紧联系裴轩，让他找个开锁师傅。对了，裴轩，这个月抽出1个亿去做慈善基金，今晚就捐出去。1个亿？季总心情不错嘛，看来这次游玩玩得很愉快。
还行吧。还行，我看是相当不错吧？你看你一脸荡漾的样，你很闲吗？那个不行啊，就来你看一下，你是来移动商务资料的吧？金源村那边有什么动静吗？没什么动静。他进入万盛的项目组之后，这看起来无欲无求一样，但是他费了这么大的劲，不惜把董事长都搬出来了，这也要进那个项目组。越是无欲无求，所图的东西就越重。这不是大小姐吗？她怎么还来上班啊？你是谁？为什么在我的位置上？大小姐来了，你不知道吗？你被辞退了。我被辞退了。到底怎么回事？都是蒋小曼的人干的，几个股东联名投诉您失职，董事长接到投诉信后，不到1个小时就……这么着急？看来我那糊涂爹也是自知理亏啊，连告诉我都不敢，是怕我回来闹事儿吗？这件事都是我失职，我没想到蒋小曼的手居然都伸到了股东大会，也没想到董事长竟这般不留情面。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您现在相当于空有股份，但并无实权。属于我妈妈的东西，是谁也抢不走。蒋小曼这么做，无非就是为了她那个女儿。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鱼死网破了。我这么突然前来，不会打扰你工作吧？没事，现在刚好休息。燕里，上次出游的事，季老夫人是不是不太喜欢我？她是不是以为我是那种心机深沉、死皮赖脸的女孩？你想多了，奶奶她呢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她只是现在还不太了解你，等了解你了会喜欢你。那会像你喜欢我一样喜欢我吗？童然，你怎么来了？你疯了！你干什么？为什么辞退我？什么？你被辞退了？今天辞退我，明天怕是就要把我从家族除名了吧？姐姐，你误会了，我哪有这么大的权利从同事辞退你啊？这都是爸爸的决定。这么谦虚啊？你是废物，可你那个妈可厉害的，不仅把手伸进了董事会，还挑唆我那个糊涂爹把我开除，真是好手段呀！姐姐，我没有。你先冷静点。我很冷静，我今天来也不是为了吵架。你们这么做，不就是为了把我从季艳里身边赶走？不就是一个皮囊好看、有权有势的男人吗？竟能让你们这么手段百出，偏不让你们赢。现在这个男人是我的了，童然，光把我赶走有什么用？只要我一天不跟他离婚，你就一天坐不上季夫人的位置。所以童然，识相的话，就赶紧让蒋小曼把我请回去，否则我就霸着季艳里一辈子，让你和你妈一样，一辈子做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小三儿。燕里，姐姐她为什么这么想啊？燕里，童话她只不过说的气话而已，你不要放在心上。世家子女被从自己集团辞退，无异于从家族中除名。童话她也并未犯什么大错，童家为何要这么对她？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季总已经把万盛的项目向前推进了10%，开了4次国际会议，收购了2家广告公司，一边蜜月出游，一边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我这个堂哥还真是能力超群呢。少爷，您现在虽然已经进入了项目组，但迟迟没有行动，我怕干着下去的话，等万盛的项目结束了，我们就错过了一个拉季艳里沙袋的好机会。急什么？与其现在当出头鸟被他算计，还不如等一个好机会，一起让他栽个大跟头。被自己亲爹给开除了，还真是可笑。妈，
你当初怎么就看上这么个男人？而且啊，今天这个股东是记事的员的，如果能说动他站在我这一边，那我们在董事会也多一份话语权。今天我有事，把见面改到明天吧。哎，这个股东非常不好约，如果今天不去的话，可能不太好。况且，洪大小姐是季总的女人，你应该是远离点比较好。我有数。严彻，你怎么来了？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还喝酒？这一天的酒气，你喝了多少啊？没喝多少，天天开心嘛。撒谎！你这个样子，分明是不开心。不开心嘛，也有一点。严彻，你说明明都是他童天林的女儿，怎么他就那么偏爱童冉呢？难道我是捡来的吗？有什么不开心的都说出来吧。我说过，我会永远站在你这边的。季总，我查到了，夫人的确没犯什么错，是同氏董事会里面有几个大股东说，在公司最繁忙的时候，夫人蜜月出游了，损坏了公司的形象，耽误了公司的发展，所以这才联合举报，要将夫人除名。若是一个创意总监就能影响公司的发展，那同事这个百年世家还能屹立到现在，看来他真是得罪人。都这么晚了，他居然还没回来。季总，您这是在担心夫人吗？我是怕他彻夜不归，坏了季家的名声。你先回去吧。季总，那我就先走了，那您就一个人当一个默默想念夫人的忘妻石吧。哎，回家睡觉。慢点，别摔着。我要回家睡觉。点儿，快点回家睡觉。童话，童话，经理，你喝酒了？就一点点。麻烦你了，还亲自把你嫂子送回来。没什么麻烦的，只不过浩浩今天不高兴，我陪他喝2杯罢了。他不高兴，自有我陪着，就不劳烦你了。放开我！你个死冰块脸！放开我！松手！先放开我！放开我！哎呀，你就不能信？你干什么？半夜三更和别的男人出去鬼混，你想干什么？第一，我没有出去鬼混；第二，严彻不是别的男人，他是我并肩作战的伙伴，是我最要好的人。并肩作战，你们一共才见了几面，怎么就成最要好的人？我和他小时候就认识了，而且我们一起从绑匪手里逃出来，我们怎么就不算是最要好的人了？什么？你们一起被绑架过？告诉我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你想知道啊？我就不告诉你。童话没有绑匪，什么都没有，骗你们！死冰块脸，我和严彻的事情才不会让你知道。你是不是觉得我脾气太好了？季彦霖，你放开我！当着我的面肆无忌惮的和别的男人暧昧相处，还大庭广众之下非礼我，我是不是太惯着你？季彦霖，你要再不松手，我就咬你了！流氓！白天可是你先流氓的，我现在不过是讨回来吧。好了，现在是我多占便宜了，我这个人绝不吃亏。你长本事了是吧？我劝你现在快点放开我。我要是不放呢？你要是不放，就别怪我不客气了。童话，你死定了！你别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我是不会。如果再让我抓到你和别的男人单独处的证据，你就死定了。
睡着的时候还是蛮可爱的。季夜里，怎么又是你啊？什么叫又是我？我说你还想是谁？昨晚我们昨晚你好热情。趁人之危。什么叫趁人之危？我们是合法夫妻，发生点什么很正常。季夜里，你放心，昨晚我们什么也没发生。你喝醉了，我照顾了你一晚上，仅此而已。仅此而已，真的？怎么，遗憾吗？滚！季夜里，你最好别在我眼前晃，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童话那小贱人真是这么说的，还是当着季夜里的面。是啊，他还打了我一巴掌呢。我以前只当他荒唐跋扈，这次我真小看他了。妈，怎么办呀？童话那个疯女人做起事来不管不顾的，我们这次把她惹急了，万一她真的一辈子都不跟叶里离婚怎么办？别怕，他不想恢复职务嘛，那我成全他。又把我叫回来干什么？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没人告诉过你对长辈要尊重孝顺吗？你这么流里流气的，也配当我通天林的女儿？尊重孝顺，所谓的父慈子孝，也得是父先慈，子才能孝吧？爸，你都把我从公司开除了，还要我孝顺什么呀？好你个孽障！别吵架了，这次把浩华叫回来也不是吵架，而是要商量对他父子的事。就他这样，我是真不放心把创业总监的位置再重新交给他。哎呀，浩华，你别听你爸说气话，我们董事会啊已经商量过了，之前撤离职的事的确有些草率，今天把你叫回来就是跟你谈谈复职的事。哎呦，蒋阿姨，我停职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复职也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哈，我就有些不明白了，这里到底是童家还是蒋家呀？童氏集团到底是姓童还是姓蒋啊？童话，反了你了！好，你不是想复职吗？你可以继续当你的创业总监，可以继续收购公司的股份。境外现在有一个创新项目，考察需要大概10年左右，你就去境外待着吧。你要把我调去境外？你不是想看看同事到底姓不姓童吗？那我就让你看看我在同事说话到底算不算数。我不服。由不得你不服，要么保留职位和季夜里离婚去境外，要么待在国内当一个和童家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爸，我是你亲女儿呀，你现在居然为了这么一个女人，要把我赶去境外？哎呀，天明啊，冉冉也是你的女儿，你总要替她的姻缘着想吧。她和季夜里情深意重，这事儿你不是不知道啊。境外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把我调去境外，既能把我和季夜里分开，还能绝了我继承公司的可能。蒋小曼这招釜底抽薪还真是精明。不行，我不能走，我要把属于妈妈的公司给夺回来。不行，奶奶身体不好，给她说了这件事，肯定会动气的。她应该不会帮我办，她巴不得我早点走，然后和童然百年好合吧。喂，严彻，能帮我个忙吗？第3批项目物资为什么会遭到毁坏？我不是跟你说过，运输物资路线要保密吗？你有没有听进去？我降下了保密了，为了以防万一，我还临时让运送队选择了一条更安全的路线。那为什么物资还会出现问题？
你有没有一点疏忽？我做事从不疏忽。在此之前，万盛的项目已经推进到70%，一直都很顺利。偏偏就在季延彻被调来之后，频频出事。这次更是连物资都没回来。爷爷，您就不觉得蹊跷吗？所以你怀疑是延彻动的手？是。那是你堂弟，是季家的血脉，他怎么会做出有损季家的事呢？他做没做过，只有查过才知道。你还要查你弟弟？孽障，孽障啊！你给我滚出去！我不想再看见你。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你放心，我到时候会以爷爷的名义向童家施压，一定不会让你离开的。多谢了，要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也是不想麻烦你的。我们之间有什么麻烦就麻烦。季总，您看，那不是夫人和二少吗？您要不要去？开车。啊，季总，您不去把夫人抢回来啊？我让你开车啊。是。还知道回来？你在家怎么不开灯啊？吓我一跳！我在这儿等了你2个小时，我还以为你今晚不回来了。我不回来能去哪儿啊？当然是和季延彻在一块儿。你又在发什么疯啊？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跟你吵。怎么，心虚了？什么心虚不心虚的呀？在说什么呀？万盛第3批项目物资的运送路线是你告诉季延彻的吧？万盛，那不是你季氏的项目吗？跟我有什么关系？万盛第3批项目物资被毁了，是季延彻做的。什么？你什么意思？你怀疑是我把运送路线告诉延彻的？贱你！你脑子没病吧？那是你们季氏的项目，运送路线自然也是你们季氏的人定的，我怎么会知道？路线只有几个员工知道，他们不可能背叛我。但是我把路线资料放在家里书房了，能进入书房的人除了我就是他们不可能背叛你，我就可能呗。在你心里，我就是这么一个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小人吗？建立，你好歹也是一个集团的总裁，应该知道没有证据就先闭嘴的道理吧？你还是先调查清楚，再狗叫吧。真是我误会他了。季总，都查到了，毁坏物资那批人都是季延彻找来的。我们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老董事长？那也得爷爷信才行。对了，泄露信息的人查到了吗？查到了，是总务处的小唐，他收了一个中间人的好处，这才把路线给出卖的。而这个中间人上家就是季延彻。只有小唐，没有其他人了？没了。这么说，我真的错怪童话了？哎，季总，您半个小时以后还有个跨国会议，你这是干嘛去啊？找童话。夫人现在没时间理你啊，这童董事长要把夫人调到境外去，夫人这功夫估计在童家据理力争呢，也没时间。这么大的事怎么没人跟我说？这你也别问啊。你又在发什么疯啊？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跟你吵。哎，季总，你这又要干嘛去啊？去童家。我知道你担心夫人，但这毕竟是童家的家事，季总，去不太好。我去是不太好，去给奶奶打个电话。延彻，你的意思是季董事长不愿意把童话调走了？正是，童话毕竟是我们季家的媳妇，她若是去到境外1年半载回不来，我大哥那边也没有办法交代呀。这，且不说季董事长从来不管这些闲事，就算是夜里不想让童话走，他怎么不亲自来？是啊，你不会是受了童话的蒙蔽，和他一起来诓骗我们？画画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总不会害他。
就算画画对我们有意见，不离我们的情。二少，难道你也看不懂您对画画的一片苦心吗？你们明明就是有我在，我看谁敢让我孙媳妇儿走。这不是齐老太吗？她怎么来了？奶奶，你怎么来了？我再不来，怕是都被他们吃了。奶奶，季老夫人大驾光临，晚辈有失远迎。前几天我妈还在念叨你，可惜啊，她卧病在床，不能和你见面了。我那个老姐妹若是有病，只怕也是被你们气的。红花可是你亲闺女，你真舍得把她弄去境外自生自灭？这也是为了她好，锻炼锻炼嘛。为了她好，我看是为了别的狐狸精吧。洪天林，你这心偏的，真是让我一个外人都觉得心寒。季奶奶，爸爸没有偏心，他只是长辈说话，还有你插嘴的份。红花这孩子之前一直是由我那个老姐妹护着，现在她病了，那就由我继续护着。只要有我在一天，我看谁敢夺她的职，谁敢把她赶出江城。季奶奶，孩子，咱们走。天林，你说话呀！如果真要从童家调一个人去境外，我看你就挺积极，不如你去。这不太好吧？那童然去。冉冉她自幼娇贵，她去境外怕是不会适应的。她不适应，童话就能适应。天林，娶妻要娶贤，你气死贤妻，可待贤妻之女，反而偏心那些晚婚的女人。你这么糊涂，小心落得一个树倒猢狲散的下场。哼！叶宁，不是说好要把童话调到境外吗？现在童话不走，冉冉怎么和季夜里在一起啊？季老夫人在季家的分量，你又不是不知道。就连老董事长也拿他无可奈何。他既然铁了心护住童话，我再三驳斥，怕是要坏了和季家的关系。可是，好了好了。这天底下又不是只有季延里一个好男人。童话既然和季延里结了婚，冉冉，你就再看看别的男人吧。妈，爸他是什么意思？他是不管我了吗？那我和叶离怎么办？难道我要一辈子被童话那个贱人踩在脚下吗？你放心，就算是你爸不管，我也有办法收拾那个小蹄子。奶奶再见，好好照顾自己。好。唉，真没想到你居然还留了后手。季奶奶是你请来的吧？其实不是。好了，别演了，我就请了你一个人帮忙，不是你还能是谁？严彻，真的要好好谢谢你，你这次啊真的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你我之间用不了这么郑重感谢。凭你的才能，完全可以自己闯出一片天，在江城站住脚不成问题。洪家那么对你，你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同事？因为那不仅仅是同事，更是我妈妈的心血。我妈妈费了大半生才将同事发展壮大，我总不能看她这么落入别有用心人之手吧。好了，这次真的要好好谢谢你，剩下的事就交给我自己吧。蒋副总，现在怎么办？当初我们可是听了你的话，才联合举报童话，把童话从创意总监的位置赶走了。现在他不仅回来了，还有了季家的支持，咱们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是啊，童话这个人很嚣张，万一他知道是我们举报的他报复我们怎么办？怕什么怕？不是还没有回来吗？他不过就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丫头片子，娘在职场混了这么多年，至于这么怕吗？蒋阿姨这份自信，我还真是佩服。大小姐，这不是刘叔叔吗？我记得小时候您还抱过我，小时候您那么和蔼，没想到现在对不起我来也是毫不手软。哟，康叔叔也在呀。刘丽和康帆算得上同事的元老级股东，手上各自持有10%的股份，在董事会的发言举报是有利的。蒋阿姨拉拢他们，这步棋走的实在是高哦。你知道又怎样？加上你之前我给你的20%，你现在手里总共也就30%股份，能拿我奈何呀？是吗？不一定哦。新月， 23年5月7日，
有意挪用第3项目公款300万元。23年7月23日，康帆借出差之便对当时的吕秘书进行性骚扰，被举报后又挪动公司公款50万元进行代付。怎么才说了2条你们就受不了了？我可是整理了整整3大页。刘叔叔、康叔叔，如果我把这件事情上报董事会，你们猜猜，只有蒋小曼一人，看能不能保全？大小姐，我知道我错了，举报你也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蒋副总让我这么干的呀。是啊，大小姐，以后您说什么我们都听您的，您要什么我们都给您，只求您帮我一忙，行吗？当真？当真，当真。那我要你们各自8%的股份。有了这16%的股份，我手上就有46%了。再努力一点，就可以拿下公司。大小姐，那刘丽和康帆以前犯过的错，就都一笔勾销吗？我又没答应过他们要一笔勾销，那都是他们自己瞎想。该上报执法署的就上报，该抓人的就抓人，什么都别耽误。哦，大小姐，你们这次反正蒋小曼一军，就不怕他北极跳伞？急了才好，越急露出的马脚的越多。走这边。童话，季总，你又找我干什么呀？天马上就要黑了，还不回家吗？有事儿，不回。那你什么时候能把事情解决好？不然我来接你吧，我们一起回家。一起回家？我可不敢。季总的书房里不是有着什么重要的运输路线吗？要是一个不小心给你泄露了，季总岂不是又要赖在我身上？上次的事情确实是我误会你了，我道歉。那接受。而且反正我们都是要分开的，与其像现在这样相看两厌，还不如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分开。经理，你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你耍流氓啊！七月，大小姐，哎，小姐姐，你这衣服不错嘛，方便给链接吗？哎，打不着，打不着。经理，是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可如果你再乱动，我就不敢保证我会做什么。回家。经理，这是又搞哪出啊？说我泄露消息的人是你，现在逼迫我回家的也是你。你和我那么亲近，就不怕童冉知道了吃醋吗？你有本事是合法夫妻，亲近点有什么不好的？我建议你收敛一点，你现在很像一个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渣男。碗里有，锅里也有，还都是你爱吃的。这些都是你做的？为了表达我道歉的诚意，特意学的。尝尝。既然你都诚心诚意的请求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尝一下吧。有那么难吃吗？等我长大了，我要娶你。好呀。这不是小时候给我输血的疼痛。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想恶心。怎么了？这上面的小女孩是谁？你怎么偷看别人手机啊？告诉我，这都很重要。这是我的手机，上面不是我，就是我的家人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家人，所以也有可能是童冉。可是他和童冉不和，又怎么会把童冉的照片视为屏保？那我有点想吐。怎么了？不知道，最近
医生，我是不是得什么病了呀？怎么那么不舒服呀？姑娘，恭喜你啊，你怀孕了。什么？我怀孕了？已经3个多月了，你自己没有感觉吗3个月，那就是那天晚上。姑娘，你老公没来吗？这么好的消息，你不第一时间告诉他？他不能知道。啊，我的意思是，我老公今天有事儿，他没来，就先不告诉他了。那好吧，随你便吧。怎么样？医生怎么说？是生病了吗？没有，医生就是说，我吃多了撑的。撑着了。你今天不是只吃了1口，还都吐了吗？哎，小姑娘，你老公这不是来了吗？小伙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老婆她呀，他不是我老公，他是我儿子。啊？店里把损毁的物资补上了？是他用自己的思考补上这个大窟窿，虽然耽误一些时间，但做好却没有什么错的。当初项目物资受损，董事长虽然一直争理，但并未对季经理做出什么实质性的处罚。现在他把这件事情解决得这么利落，我担心董事长一直原谅他怎么办？我们还要寻找更大的错漏才行。他做事一向谨慎，哪有那么容易寻出错？你和童家大小姐不是相熟吗？她和季经理朝夕相处，总能知道些她的弱点吧？我居然怀了季经理的孩子，天哪，我也太倒霉了吧！季经理知道我有孩子，知道给你熬了暖胃的红枣汤。谢谢啊。你怎么了？那个季经理，我要是告诉你我有了，喂，冉冉。燕里，我现在好难受啊，你能过来陪陪我吗？好，你等我，我这就过去。既然有家人相约，那你还不赶紧去？红枣汤记得趁热喝。又不是他和童冉的孩子，他应该不会很高兴。你怀孕了，季经理的孩子。你不是一向最讨厌季经理吗？还老骂他死冰块脸，怎么就突然怀了这么个孩子啊？说来话长，我今天叫你来是让你想办法，不是让你听大话。那你想不想要这个孩子嘛？不管他是季经理的孩子，还是别的男人的，都是我身上的一块肉，我不想割舍。那还纠结什么？重要的是孩子，又不是男人。大不了你生下来，我跟你一块养呗。别可是了，犹豫就会败北。走，现在就去给我大侄子买2件衣服去。哎呀，他还是个细胞，买什么新衣服？他穿不了，给他妈买2件呗。走。哎，还以为你生我的气了，不会再跟我出来了呢。怎么会这么想？天理，姐姐被开除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是坏女人，也没有想赶走姐姐。你不要生我的气了，好不好？我知道，小时候被绑架时，你为了帮我，没少挨绑匪的打。你心地这么善良的一个小女孩，怎么会忍心赶走自己的姐姐？冉冉，我永远都会相信你的。Another day, superman hatching but I. 今天是来陪你逛街买衣服的，我们不要想那些不开心的了。都什么时候了，我哪还有心思逛街啊？越是没有心情，越要逛街，购物解千愁。看看，都是新款，有没有喜欢的？就它吧。服务员，帮我把这件包起来。还真是冤家路窄啊！这件衣服是我先看中的，你已经没机会了。既然姐姐喜欢的话，那就让给姐姐好了。
姐姐，求你放过我吧！你这又是干什么？冉冉，哎，你童话，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你应该问问这个不退就倒的妹妹吧。姐姐，你被公司辞退的事情我真的不知情，我也没有要赶你去境外，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对我？大庭广众的你撕了我的衣服，是要毁了我吗？你这个小贱人还敢！建礼，如果我跟你说我没有推她，更没有撕她衣服，你信吗？姐姐，你什么意思？姐姐是在说我污蔑你吗？我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有这种方式来污蔑自己的亲姐姐？我知道，我相信你。所以说，你信她不信我？童话，你不要无理取闹。到底是谁在无理取闹啊？建礼，我记住你的选择。建礼，你有没有心啊？你知不知道花花她已经……不要跟她废话。建礼，姐姐是不是讨厌我和你在一起，所以才这么对我？别多想了，冉冉，先去换件衣服。季总，今天的事情我也听说了，您是对夫人有什么意见吗？今天的事情我虽然没有亲眼瞧见，夫人是那种坦荡直率的人，不像会做出私人衣服那种小人之举啊。我知道，可是冉冉以前救过我的命，她从小就那么善良，应该不会做出诬陷人的事吧？哎，你先回去吧。真是晦气。童话，今天的事，你不打算给我一个交代吗？你要我给你什么交代啊？给童冉道歉吗？那道歉之前，需不需要我沐浴焚香、三跪九叩啊？童话，冉冉不是随意攀污的人。今天的事，我想一定有什么蹊跷，所以我们还是尽早离婚吧。你要和我离婚？戚总这是说的什么话？我们结婚之前就已经商量好离婚了。我知道童冉在你心里，可是她在我胃里，看到她就恶心，所以不如离婚成全你们，这样我也眼不见心不烦。朝夕相处这么久，你说提离婚就提离婚，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Follow my shadows on the way, walking down a yellow tram along the way. 我一直对季言彻有好感，你应该知道的。如果季言彻算是我的白月光的话，你顶多算我白月光的死对。好，好，既然你这么想离婚，我一定会不遗余力的从奶奶那儿拿到结婚证，尽快和你离婚，也不耽误你和季言彻双宿双飞。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样也好。妈，你今天都没瞧见童话那个吃瘪的样子，脸色铁青铁青的，真是笑死我了。那个小贱人啊，一贯跋扈，能有今天算是他的好。只不过妈，今天我总归没出什么大事儿，夜里真的会狠心和他离婚吗？今天只是一个开胃小菜，真正的大餐啊还在后面。区区一个离婚算什么？我要的是那个小贱人伤感努力。喂，新月，公司那边怎么样？蒋小曼有没有什么动作？暂时没有，但是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说，大小姐，您现在手持同事46%的股份，已经是一大股东了。蒋小曼向董事会提议要让您继任董事总裁之位，董事会那边正在审理中。他是副总，却把总裁之位让给我，一定有问题。给我继续查。不行，马上就能拿够一半的股份。这个时候不能让蒋小曼有可乘之机。我得去童家探探虚实。怎么没人啊？冉冉怎么不在家？
我今天是特意来看他的。这是对呀，刘叔叔的声音。这可是童家，你就这么直接闯进来，不怕被童天明撞见吗？我这不是特意看他外出开会的时候过来的吗？听说他最近对你们不好。哎，也不是不好。自从那个季老婆子说了什么偏心不偏心之类的话，童天明对我们就开始冷冷淡淡的了，都怪童话那个小蹄子。你也是没出息的东西，直接把8%的股份直接拱手相让了。要不是你把蒋小曼和刘丽事情也不至于这么棘手。怎么会这么相告熟？发我。谁？这没人啊，你不会听错了吧？这里毕竟是童家，你赶快离开，省得让人看见。喂，清月，帮我调查一件事儿。蒋小曼和刘丽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她又为什么想把我推上总裁的位置？画画，连彻，你怎么在这儿？我看你最近没有联系我，所以我想来这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遇到你。抱歉啊，我最近是有点忙。不过你要真的有事找我的话，打我电话就好了，我一定会出来见你。你最近还好吗？大哥他有没有为难你？他，算了，日子总算还过得去吧。那大哥他最近……童话，童话，这么巧啊，在和你白月光散步。是挺巧的，你来童家也是为了找心上人。你和谁散步，我本应是不该管的。只不过我们毕竟还没有离婚，还请季太太注意一下自己的名声。季总还是管好自己。哼，真晦气，随便走走都能碰到这个温室。走吧。你怎么还跟着我？啊，季总，我不应该跟着您吗？你干嘛冲我这样？这样不就是让我快点跟上你的意思吗？我那是让你找个由他带走纪言彻，把他和童话分开。啊？还啊，一会儿都走远了。大小姐，蒋小曼今天让您来公司，说是要和您商讨这样几个小时，可我总觉得是有蹊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一个堂堂童家大小姐，总不至于被一个狡诈的小三儿吓破了胆。画画来了，快动！蒋阿姨，听说你要推举我做童氏的下一任总裁。你这么能干，天资过人，德才兼备，又是童家的长女，我看啊，这童氏总裁的位置非你莫属。是吗？蒋阿姨对童氏总裁的位置就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吗？别提我了，刚才股东会我们也商议过了，我再让你4%的股份，这样你就是持有50%股份的最大股东了。我们还准备在10号为你举办一个总裁继任大会，得让江城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童氏也是后继有人呢，是不是啊？是啊，对。全凭蒋阿姨安排就好。季总，你让我盯了纪言彻这么多天，我总算是说了做就了。来，季总，你看，他的手下把财务报表上一个数据给弄错了，不过也是小事儿。季总，您这次是不是还打算轻松放过他？我一直对纪言彻有好感，你应该知道吧？如果纪言彻算是我的白月光的话，你顶多算我白月光的对。为什么要轻轻放过？罚，要重罚。季总，您怎么了？是不是又和夫人吵架了？季总，我真的觉得夫人挺好的，你不考虑和夫人？我心里以前只有冉冉，以后也是。
等时机成熟了，我会和童话离婚的。大小姐无缘无故的，蒋小曼怎么会让您继任总裁？还好心给您举办继任典礼，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阴谋，不然今天的继任典礼您就别去了。见招拆招固然有用，但总归不是长久的法子。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这样我才能知道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才能一举开穿他的嘴里。对了，你帮我联系一下楚夏，告诉他。各位来宾，大家好，很高兴各位来到继任典礼，见证新一届童氏总裁的诞生。这是你们陈家的事，为什么一定要我来？怎么说，你和姐姐现在还是夫妻？今天是姐姐升职的好日子，你当然要来见证一下。我要让你亲眼看见他身败名裂，看见他狼狈不堪的样子，好断了对他的念想。下面有请童氏的新总裁童话小姐。艳丽，姐姐是不是很漂亮？丑死了！谢谢蒋阿姨费心为我举办典礼，谢谢大家今天的支持，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一定会带着童氏勇攀高峰。你带着童氏勇攀高峰，你也配？爸，你这是干什么？今天可是我继任童氏总裁的好日子，您就是这样来拆我台的？你也配当童氏的总裁？这个位置怎么来的？你心知肚明。我心知肚明。那我倒是想知道知道，我这个总裁之位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了？没事儿。你怎么现在回来了？听说你又给童话给了一部分股份，还推荐他为童氏的总裁。你不是一向不希望他在童氏有过大的权利吗？这次又怎么了？毕竟是长女嘛，总裁的位置应该给她。撒谎，说实话。天离，童话用冉冉的幸福来威胁我，他说只要我不把总裁的位置让出来，他就一直不和季艳丽离婚，而且他还到处散播冉冉是第三者，要让冉冉身败名裂。什么？而且他还威胁我说要联合季老夫人和妈，把我和冉冉一起赶出童家。孽障！我竟然生出这样的女儿！你放心，有我在，童话就翻不了天。他不是想让你和冉冉身败名裂吗？既然他这么无情，我就让他先身败名裂。原来我的总裁之位是这么来的呀！童大小姐居然是这种人，居然用自己亲妹妹的清白荣誉做威胁，这也太恶毒了。艳丽，你别生气，姐姐她这么做一定有什么苦衷呢。为了总裁之位，居然不惜威胁你的母亲和妹妹，你这样的人也配做童氏的总裁？只要我还是童氏的董事长，我就绝不会认可。这么恶毒的人怎么能当总裁？洪家出了这样的女儿，真是家门不幸啊！你这个贱人，快从台上给我滚下来！你还有脸笑？童氏有你，真是家门不幸。我为什么不能笑？爸爸，您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进去了，只是有3点我拒不认同。第一，蒋小曼不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你的原配，早在20年前你婚内出轨和蒋小曼厮混，并且生下童冉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出轨？童董事长居然出轨过？那蒋副总就是小三，童二小姐就是私生女。第二，童氏不是爸爸你一个人的童氏，这里面有我妈妈一半的资产、心血和人脉，而我是你们唯一的女儿，所以不论你认不认可，我都是童氏的第1顺位继承人，自然
也就配得上这董事总裁之称。第三，我从来没有威胁江小曼。所谓的威胁，所谓的为了总裁之位不择手段，都是蒋小曼为了陷害我而计划的阴谋。童话，你这是看你自己要暴露了，想把我拖下水，你这是想和我鱼死网破吗？花呀，我们可是一家人啊，你为什么要那么狠心呢？是啊，我这还有姐姐威胁我们的录音，我这就放给大家听。要是还想保住清誉的话，就拿童家20%换。没想到他们还准备了这一手。看来是真的，童话真的是为了目的不顾亲人的女人。不仅有录音，我还有人证。夜里，上次在酒店，你不是亲眼看到姐姐设计想毁我清白，还跟我要股份的事儿吗？你快告诉大家。哎，这不是季氏的季总吗？他可是童话的丈夫，他居然也要拆自己老婆的台。夜里，你快告诉大家，姐姐跟我要股份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是真的。红花，这一次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的丈夫都站出来大公无私的举报我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花呀，我们还是一家人啊！只要你同意把所有股份都退出来，只要你永远离开童氏，我们啊还是不会把你当亲人对待的。蒋阿姨，你着什么急呀？我虽然没什么好说的，但有人还有话说呀。进来吧。怎么是他？陈大小姐，你这是干什么？眼看自己洗不清了，想转移我们注意力吗？自己交代吧。我姓蒋，是蒋小曼的外甥。上次不是童话小姐设计我和突然，是蒋小曼给童话小姐下了药，让我去毁童话小姐的清白。这个阴谋被童话小姐识破而已。你说什么？他撒谎，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你撒谎！对，他是我的亲外甥没错，但是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是他想诬陷我的。诬陷？蒋阿姨，你可别忘了，你和你的外甥是一家人啊，你俩的行事作风都是一样的。你给我录了音，你怎么就不怀疑他也给你录了音？童话就交给你了，我好好伺候他。姨妈放心，我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蒋副总才是那个作恶的人？小曼，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天哪！我绝对没有做过这事儿，这绝对是童话与人工智能合成，他就是想陷害我。是啊，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人，你最了解了，你一定要相信她。爸，你真的确定你很了解江小曼吗？那她跟刘丽生下童冉的事，你知道吗？你说什么？说。童冉他根本不是童家的女儿，她是我姨妈蒋小曼跟一个叫刘丽的男人生的孩子。你撒谎！听你别听他乱说，他是骗你的。是不是骗你的？看了这份报告你就知道了。贱人！爸，你别叫我爸！你这个野种！刘丽呢？刘丽已经被我控制起来了。爸爸，你着什么急呀？好戏还在后面。他不是小时候绑我的绑匪吗？他又是谁？他就是在我小时候把我绑走的绑匪。他说：“你还记得我吗？”是你？你是那个小女孩？记性不错。那你还记不记得是谁让你把我绑走的呀？绑匪大叔，供出同伙是可以减刑的哟。是他让我绑走童家大小姐的。你胡说！我是童家夫人，怎么可能绑架自家人呢？就是你，你当初说童家大小姐是童董事长和原配所生，和你并没有关系，还会影响你女儿继承家产，所以你才让我绑着童家大小姐，还说让我拿到钱也不要放人，干脆让我撕票，一了百了。我和我那些兄弟
可都有录音证明了，这些都是你说的。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贱人！原来这么多年，你一直在我旁边说童话的种种不好，原来就是要赶走我的女儿，给你和你那个奸夫的孩子腾地方吗？皮皮，我知道我错了，皮皮。人，把这个不知廉耻、蛇蝎心肠的女人送去执法署。妈，叶离，你帮帮我，帮帮我妈！你不是说过我救过你，你会对我好的吗？求求你帮帮我！跟我过来。没想到蒋小曼居然是这种人。是啊，这佟大小姐从小到大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爸爸，现在事情也清楚了，您现在觉得我还配得上董事总裁之位吗？花花，对不起，都是爸爸的错。是啊，都是你的错。不过，我是不会原谅你的。秦天明，你气死贤妻，可待贤妻之女，反而偏心那些不安分的女人。你这么糊涂，小心落得一个树倒。叶离，你一定有办法可以救我妈妈，对不对？我问你，你真的是那个给我输血的人吗？当然呀，为什么这么问？童然，你是把我当成傻子了是吗？刚才那个绑匪在宴会厅里面已经说过了，他当年绑架的是童大小姐，是童话，所以救我的人是童话，而不是你。你还要在这儿装吗？不是的，叶离，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当年我是和童话互换了身份，所以才……是吗？那你说说，咱们是什么时候被绑架的？都经历了哪些事？又是怎么逃走的？我记不清了。叶离，你真的不管我了吗？我虽然骗了你，可我也是对你是真心的呀。你是对我真心，还是对季太太的位置真心？我怎么会不管你呢？敢冒充彤彤，你认为我会轻易的放过你吗？裴轩，季总，他不是和蒋小曼母女情深吗？那就把他也送去执法署，让他们母女团聚吧。不行，叶离，你不能这么对我，叶离。季总，我们调查到童冉的血型是 O， 所以小受输血和半年前车祸急需输血的人都是夫人。我已经知道了，没想到我就一直认错你。童话，哎，你干嘛？我可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小心肝，我这是被他们陷害之后的反击，是正当防卫。你误会了，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那你喊我干嘛？这不是我的玉佩吗？怎么在你这儿？我刚才当众帮着童然指控他，一定伤了他的心。此刻他还在气头上，如果这个时候说出我的身份，最多也只能是和他和解，以后怕是和他再无可能了。你看着我干嘛？算了算了，跟你说那么多干嘛？话不投机，先走了。这下完了。唉，是完了，老婆要跑喽。你这个月奖金没了。那个季总，别啊！我那个，眼看着就要和季艳里离婚了，我怀孕的事儿到底要不要告诉他？季艳里那么讨厌我，而且心里又有别人，我要是告诉他我怀孕了，他肯定会冷嘲热讽的把我打掉的。哎，这个孩子真的能留下来？喂，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夫妻如果不相爱，孩子到底要不要留的问题。你来干什么？你白天经历那么大的变故，神经一定很紧绷，喝杯牛奶安神吧。谢谢，你放那儿吧。你还有事吗？方便聊聊吗？啊？你好，还在吗？是要咨询堕胎手术吗？是上午还是下午呢？堕胎手术？谢谢，不用了。你咨询堕胎手术干什么？不是我，是我一个朋友，他要堕胎。哪个朋友？叫什么名字？电话多少？你怀孕了？3个多月，这是我的孩子。怎么乱看别人东西啊？
所以你是给自己咨询堕胎手术，你要打掉我的孩子？疼，你轻点儿。没事吧？你为什么要打掉孩子？不然呢？把他生下来，然后让这个孩子看着我们离婚，还要认童冉当后妈。我的孩子，要么不生，要是生下来，就当然不能认别人当妈。更何况还是童冉。再说了，我们早晚都会离婚的，到时候自然是能断多干净就断多干净。现在留着这个孩子，藕断丝连的，像什么话呀？童话，我们不离婚了，好不好？什么？我会负责的，我会努力当好一个丈夫，当好一个爸爸。你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好不好？你是发烧了吗？我是认真的。你不是最喜欢童冉了吗？而且前天你还帮着童冉在众人面前指责我，你现在就说要对我负责。季彦离，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说离婚我就要同意，你说不离我就要上赶着帮你生孩子吗？有2个问题，第一，我们之间永远隔着一个童冉，我向来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我的丈夫要是眼里有别人，我只会觉得恶心。第二，我先是我，然后才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我不会因为生孩子就要和一个不爱我的男人一辈子生活在一起。童话，我跟童冉其实……太晚了，我要睡了。这杯牛奶凉了，我去给你热一下。裴轩，通知全城的医院，如果看到夫人去妇科或者产科就诊，立刻联系我。哎呀，饿死了，不知道厨房还有没有什么吃的。妈妈，宝宝下午好，睡了一晚上，一定很饿吧？我准备了些小菜，你看看想吃什么？你管这些叫小菜啊？怎么了？没喜欢的吗？谢谢，不过我没胃口。你今天有什么安排？上班。那下班后呢？加班。你怀孕了，应该多休息，还是少加班比较好。不是，建里，你很闲吗？今天不是工作日吗？你一个总裁，不用在公司上班的吗？公司的事情都交给裴轩了，我最近很忙。你有什么好？忙着陪你养胎啊。建里，这是我的孩子，能不能少操点心啊？这也是我的孩子。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了？今天我找严彻还有事情。你不会对季言彻还贼心不死吧？季太太，你现在可是有夫之妇，我劝你还是死了对季言彻的那份心。公司那边我已经替你请好假了，你就在家安心养胎吧。好好休息吧，我一会儿再来陪你。建里，你在家吗？建里，你给我出来！建里，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走喽。我来晚了，等我很久了吧？没有，等你再久都是值得的。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浩浩，我想问你一件事，你知道大哥想用哪条路线运送第4批项目物资吗？我没有其他意思，我只是单纯问一下。我是季家人，总不至于我做出伤害我家的事情吧？严彻，你毁坏第3批项目物资的事情，季彦离已经告诉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不知道季彦离的运输路线，就算我知道，我也不可能说。严彻，做人要坦荡。我知道你不服季彦离，但是你大可以大大方方、正大光明的去争，没有必要像现在一样
做这些小动作，这样的你，真的很难让我把你和以前那个绑匪手中勇敢正义的小男孩联系在一起。你当然联系不起来，他就不是那个小男孩。你怎么来了？天气冷了，也不知道加件衣服。我不是让你在家好好养胎吗？为什么不听话？养胎？没错，她已经怀了我的孩子。季安彻，我夫人的话，刚才你已经听得很清楚了。她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如果你想要跟我争气势，可以光明正大的来争。如果再从背后搞这些小动作，别怪我不顾及兄弟情谊。浩浩，谢谢你，希望你幸福。哎，你一个有夫之妇，还要去追别的男人吗？你不懂，他不是别的男人，他是我并肩作战的伙伴。他不是，画画。小时候你救的人，对你许下要娶你的人是我。你说什么？真的是我。我是黄金血，季安彻是 A 型血，这是体检报告。我认错人了？没错，我们两个小傻瓜都认错人了。我认错人，可没你那么混蛋，净让人欺负。对不起，画画。其实我对童然没有什么感情，只是错把他认成了你，才会发生后面的事。从始到终，我的心里都只有你。画画，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开始吗？这个恐怕要看你表现。我会给你考核评分，只要及格了，你才能转正。那我会好好努力的。幸运能够遇见你，你一定